怎么在这里？嗨。啊，他在做什么？他洗脚脚。对啊。嗨。嗨。然后继续洗脚脚。各位事务所的同仁们，欢迎来到假期间事务所，我是马旭。结果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解答我的大概2个到3个疑问。我们首先第一个呢，你用广角来裁切，跟纯用长焦来拍摄的画面，那个压缩感会不会有什么差别？我自己觉得可能 maybe 应该是不太会有。太多了。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差，因为距离没有变嘛，你裁切顶多就是画质变差了一点。我们先设定一个实验的基本状态，就是被摄物跟相机之间的距离不会动，虚化啊什么的散景一定也会有不一样。这个就是我想要做的第一个测试。因为大家在网络上面吵得蛮凶的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在吵，可以来。觉得在吵。对，因为有蛮多说法的，所以我们用变焦来去试试看这件事情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T 值这个东西，跟 F 值可能有一点像，它们都是叫做光圈。T 值是更准确的光圈，因为 T 值呢，它是代表着一个镜头的它的光通过的一个基本数值，而且是更精准的。你可以把 F 值当做一个物理上的数据，那 T 值呢，就是实际上经过实验后最精准的数据。那 F 值跟 T 值越相近的话，就代表镜头的通透量、透光量是越好的。然后第3个就是我想要试试看，由同一个厂牌，然后用同一块的感光元件，那它们2者的测光的数值啊，会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异？对，这也是我想要去了解的东西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进入实验。OK。这就是我们准备测试的画面。我们先用 ZF 来测试。我相信大家第一个先感觉到的就是那个虚化，感觉有点有点微妙，为什么会差这么多？大家常常会听到说，拍人像用85毫米、110、135，用比较长焦的方式，可以把周遭虚化，把周遭虚化呢，就把人物凸显出来嘛，拍出来的虚化感觉会变得比较好看。我们这次想要探讨的不是这个东西，我们想要探讨的是角度嘛，视角是没有差的，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想要探讨嘛，视角没有差别，大家就不用再吵了。再来就是 F 值跟 T 值的差异，我们看2个镜头在同一个焦段，然后各个参数都一样的状态下面，那个明暗度会不会有什么影响？我原本想要测的是明暗，明暗看起来还好，但是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大变焦镜确实会比较暗一点。我发现到了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颜色差的蛮多的，大家可以感觉一下。那我想要探讨的就是24-120跟14-30这2颗镜头的 T 值。当然我没有这些科学仪器，我比较没有办法直截了当的跟你说，这颗镜头的 T 值为何？但是我可以来做一下比较啊，大家从这2张照片就可以看得出来。24-120因为它是所谓的旅游镜，就是它的变焦范围很大，它会有一个比较暗的暗角跟画面，然后对比度也会变高，因为它的透光率比较差一点。比较暗的光它进入镜头之后呢，它的折损率会变得比较快一点，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对比度会变比较大。那相反的，14-30是属于变焦范围比较小的，所以说它的光的折损率比较没有那么夸张了。那这边可以看到，这颗广角镜呢，用22毫米的时候，会跟24-120有差不多的视角，也就是24毫米的状态。所以它用22毫米的地方修正完，然后变成24毫米的范围。那这边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可以带到现在的相机，基本上都会用很多的数位修正，也就是修正你的筒状变形啊，或者是一些周遭的广角的畸变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镜头呢是可以做的比较小一点的，它就是让镜头设计的更简单一点啊。那它会有一些畸变，那就用相机里面的修正来去把它的一些畸变、碰撞，还有林林总总的变形，通通把它修正回来。
那第3个想要解惑的呢是相机之间的差别，用同一颗镜头来看2颗相机的表现。这边可以看到 Z62的表现就是比较暖，然后 ZF 的话会比较冷一点点，但我觉得2者的表现没有差到非常多，但还是有差。但大致上来说呢，大多数人不太会去注意这个差别啦。毕竟很多时候这些弱档一经修图呢，其实原本的样子已经不太重要了，重点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什么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啊，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分享怎么样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分享出去给你朋友。我自己有解惑蛮多东西，然后也发现到蛮多东西啊，尤其是2颗镜头之间的发射有差异到那么大，然后2颗镜头之间有差异就算了，2台用一样 CMOS 的相机竟然还是会有这样子的差别，蛮有趣的。那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是任何建议的话，在底下留言。那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那我们假期间事务所下次见哦，拜拜。什么意思？